这个靠我拿学费刷副卡的贫困生，和这个靠我铺路给资源装深情的未婚夫，竟然在我的订婚宴上演真爱戏码。姐姐，对不起，月川哥说他真正爱的人是我。林初，你太强势了，只有在任熙身边，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那我就成全你们，婊子配狗，天长地久。取消订婚，停卡，撤资。我倒要看看离了我，他们还能不能演下去。林初，你闹够了没有？动不动就拿钱压人，你除了钱还有什么？月川哥，都是我不好。姐姐的钱我还给她就是了。我虽然穷，但我有骨气，我不能让你为了我受委屈。狗女人穿着我熬了3个大夜亲手画的图，每一寸刺绣都是我找老匠人缝上去的。有骨气。月川，你的骨气就是穿着我买单的衣服，睡着我花钱养的男人。林初，说话放干净点儿。任熙是清白的，我们之间发乎情，止乎礼。你从来没有尊重过我，在你的公司里，我是个呼之即来的下属；在你家里，我是个没有尊严的附属品。只有任熙懂我，他会崇拜我，会心疼我加班辛苦，而你只会问我 KPI 完成了没有。林初，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啊，当着这么多亲戚的面，你让我儿子的脸往哪儿放？我们家清清白白，月川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你不过就是有几个臭钱，真把自己当武则天了。既然你们家这么有骨气，那这福气我不要了。李经理，今天的宴会取消，所有的账单麻烦交给这位有骨气的孟先生结清。光是这满场的白玫瑰和罗曼宁康定，花销就过了300万，我卡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金。林初，你别太过分！这就过分了。孟月川，你开的保时捷，住的大平层，哪一样不是写在我的名下？既然你找到了真爱，那就带着你的真爱净身出户吧。姐姐，你别逼月川哥了，大不了我去打工还你钱。你拿什么还？你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你出国交换的保证金，你现在背着的名牌包包，加起来超过500万。你去打工，去天桥底下贴膜吗？林初，你简直是个冷血动物。任熙还是个学生，你怎么能用钱来衡量他的价值？钱买不到爱情，也买不到真心。那我就看看，没有了我的钱，你们的爱情能有多坚不可摧。林初，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以后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再看你一眼。保安，把闲杂人等清理出去。林总，网上的舆论完全失控了，您快看看热搜吧。朱任熙发了一篇长文，把自己塑造成坚强不屈的贫困生，把您写成用金钱控制未婚夫、嫉妒年轻女孩的恶毒老女人。他甚至说您资助他只是为了满足居高临下的虚荣心。还有孟月川，他也转发了。公关部怎么说？公关部建议我们冷处理。现在网民情绪激动，越解释越黑。不解释，去查一下这篇通稿是哪家水军公司发的。孟月川的账户已经被我冻结了，他哪来的钱买热搜？明白，我马上就。林初，网上的事情你都看到了，只要你现在公开给任熙道歉，承认是你脾气暴躁、无理取闹，我可以考虑让任熙删掉微博。孟月川，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里是我的公司。你的公司？林初，你别忘了，流光系列的主打款马上就要发布了，那个项目一直是我在跟，所有的供应商和渠道都只认我，没有我，你的发布会根本开不起来。你现在求我还来得及。这10年来，我手把手教他做生意，把资源喂到他嘴里。我以为养出个并肩作战的伴侣，没想到养出了一只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白眼狼。小陈，林总，通知人事部，孟月川因严重违反公司纪律，即刻开除。林初，你敢开除我？你信不信我带着整个项目组走人？林总，孟总可是公司的功臣，您不能为了私人感情影响公司利益啊！是啊，现在舆论本来就对我们不利，要是孟总再带人走了，公司股价肯定大跌。孟总，这是公司的决定，你要走我不拦着，但项目
你带不走。郝林初，你有种！你给我等着，我看你一个人怎么撑起这个烂摊子！林总，流光系列的设计图纸怎么了？我刚才去设计部确认，主打款的最终版图纸被孟月川拷走了，而且祝仁熙刚刚在他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张设计草图，图纸和我们的主打款一模一样。林初，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仁熙的才华，你一直看不起他，觉得他是个只能靠你施舍的寄生虫。但现在他马上就要成为时尚界的新星了。孟月川，你把公司的核心机密偷给一个外人，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犯罪吗？什么偷？你别说的那么难听，那张图纸本来就是仁熙的灵感。那天他在你办公室看到了你的废稿，随口提了几个修改意见，才有了现在的完美版本。你作为学姐，霸占学妹的灵感这么多年，现在再还给她，不是理所应当的吗？那张图纸是我熬了半个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祝仁熙连缝纫机都不会开，他懂什么设计？林初，你就是嫉妒，你嫉妒任熙比你年轻，比你有天赋，比你更讨人喜欢。我已经帮任熙注册了版权，下周他就会带着这件作品参加新锐设计师大赛，你最好别轻举妄动，否则网上的舆论能把你撕碎。林总，实在不好意思，现在的风向太差了，我们品牌不能冒这个风险，只能解约。林总，回款我们暂时不能结了，等事情查清楚再说吧。想用舆论逼死我，用我的心血去铺垫祝仁熙的康传大陆，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姐姐，你怎么来了？你是来赶我们走的吗？月川哥，我们还是搬走吧，我不想你因为我受委屈。林初，你私闯民宅，懂不懂法律？私闯民宅？孟月川，这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该滚出去的是你们。把设计图还给我。不可能。林初，这件作品是仁熙的敲门砖，我绝不会让你毁了它。你已经有那么多钱了，为什么还要跟一个刚毕业的小女孩抢？抢？那是我一笔一画熬出来的东西，你偷去送人，还问我为什么要抢？那是奶奶留给我的唯一遗物，也是我创业最艰难时支撑我走下去的唯一寄托。一个破烂玩意儿而已，回头我赔你10个。现在立刻滚出我的家！既然有人想早点死，我就成全他。楚楚，听叔一句劝，算了吧，把公司30%的股份让给月川，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张叔，孟月川偷了公司的核心机密，还伙同外人造谣抹黑我，您现在让我给他股份？楚楚啊，你就是太轴了。现在网上的舆论闹得这么大，公司的股价跌了快3个点了。月川说了，只要你肯让步，他立刻让那个小姑娘澄清误会，并且带着设计图回公司。大家和和气气的把发布会办了，有钱一起赚。他这是在敲诈，您宁愿相信一个白眼狼，也不相信我。林初，我是为了公司好。你一个女人脾气那么硬，迟早要吃大亏的。月川是个男人，男人在外面要面子，你平时在公司里对他呼来喝去的，他心里能没怨气吗？这次的事情就当是给他个台阶下，你要是真把事情做绝了，董事会那边我可保不住。道德胁迫，利益裹挟，孟月川早就背着我把这些老股东都收买妥当了。如果我不签，那董事会只能启动弹劾程序，罢免你执行总裁的职务。楚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林总，孟月川和朱任熙发了联合声明，他们宣布明天上午10点要在凯威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朱任熙说他要在发布会上揭露您这些年对他的精神控制和经济压榨。孟月川还说会公布您在公司里独断专行、打压异己的证据，用我给的钱，用我教的手段来对付，这是要把我彻底钉在耻辱柱上，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真是好算计。林总，我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要报警？不用报警，去查一下明天他们发布会的媒体名单。林总，您要干什么？准备一下，明天的发布会，我要亲自去给他们送一份大礼。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的说明会。今天站在这里，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这10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林初女士的阴影下，她用金钱买断了我的尊严，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甚至在发现月川哥真正爱的人是我之后，他利用权势企图封杀我，抢走我辛辛苦苦画出来的设计图。朱小姐，请问林初女士是如何精神控制您的？能具体说说吗？孟先生，您作为林初的未婚夫，为什么会选择站出来揭发她？因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的女孩被毁掉。林初已经疯了，她为了利益不择手段。我今天站出来，就是为了给仁熙讨回一个公道，也是为了给公众一个真相。哦，是吗？林初，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孟先生说要给公众一个真相，正好我也带了一些真相过来。朱仁熙，22岁，大一申请国家贫困助学金，同时接受我的私人资助。大二在大百货消费45万，购买3个限量版名牌包包。大三在外国赌场酒店 VIP 包间，一晚上输掉120万。大四，也就是上个月，全款在市中心买下了一套价值800万的大皮。祝小姐，你所谓的被金钱买断尊严，就是拿着我的钱去赌场做 VIP 吗？朱小姐，请问这些消费记录是真的吗？你一个贫困生，哪里来的几百万买房买包？别拍了，别拍了！这不是真的，是他伪造的。月川哥，你帮帮我，是他诬陷我。林初，你别太过分了，随便拿几张 P 过的图就想栽赃人熙，你以为大家都是傻子吗？P 的，这是朱仁熙当年提交的贫困证明，经过司法鉴定，村委会的公章是萝卜章伪造的。我已经向警方报案，以诈骗罪起诉朱仁熙。孟月川，你护在身后的这个清纯学妹，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吸血的诈骗犯。现在你还要为了她向我讨回公道吗？林初，你疯了吗？你这是在毁了她！仁熙只是个孩子，她经不住诱惑，犯了点错，怎么了？你就不能包容她一次吗？你非要把她逼上绝路，让她去坐牢，你才开心吗？包容？他拿着我辛苦赚来的钱去赌博买奢侈品，反过头来造谣网暴我，你让我包容他？孟月川，你别急着替他出头，你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孟月川担任公司项目总监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成立海外空壳公司，已将公司核心供应商的货款以虚高报价的形式转移到你自己的私人账户。初步查明，涉案金额高达1500万。1500万，这是要坐牢的！我都听见了，月川，这是怎么回事？张叔，您听我说，这都是林初陷害我的，我没有挪用公款，那些钱是正常的业务往来。正常的业务往来。那为什么这些钱最后都流向了祝任熙在海外的账户？你不过是个吸着我的血的寄生虫。你口口声声说仁熙懂你，崇拜你，其实他崇拜的不过是你从我这里偷走的钱罢了。仁熙，那些钱你不是说拿去投资了吗？为什么会在你的海外账户里？我不知道，月川哥，我真的不知道，是姐姐陷害我们的。够了，孟月川，你这个畜生！竟然敢动公司的钱！报警！马上报警！绝不能放过这个白眼狼！孟月川，你的软饭吃到头了。各位媒体朋友，请你们相信我，这件衣服的每一个细节都
是我在无数个深夜里熬出来的。林初他就是想抢走我唯一的东西，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强盗。祝小姐，你的演技真是不错，可惜脑子不太好使。麻烦镜头拉近。你说这是你的原创，那你知不知道这件礼服的裙摆内侧藏着什么？裙摆就是普通的法式刺绣，能有什么？麻烦镜头再放大。这不是花纹，这好像是摩斯密码。没错，这是由极其复杂的摩斯密码组成的4个拼音缩写 LCFG。林初废稿。这怎么可能？不仅如此，祝小姐，你既然抄袭了我的废稿，难道就没有发现这件衣服的肩部剪裁和法国奢侈品牌 CA 去年的高定款极其相似吗？朱任熙女士，我是 CA 集团大众系法务代表。您公开发布的设计图已严重侵犯我司的专利权，这是律师函，我们将正式向您提起跨国诉讼，索赔金额初步估算为5000万人民币。这不关我的事儿，衣服是他自己画的，版权也是他自己注册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告就告他。叶川哥，你说过会帮我的，你不得不管我。滚开！你这个骗子，你不仅骗了林初的钱，你还想拉着我一起死。祝小姐，准备好迎接国际法庭的传票了吗？叶川哥，你帮帮我，我不能坐牢，也不能背上几千万的债务啊！你还有脸让我帮你？老子被你害得倾家荡产了，1500万的亏空。林初那个贱人已经报警了，我现在连机票都买不了。你不是在市中心买了大平层吗？马上把房子卖了，把钱拿出来填补公司的窟窿。只要把钱还上，林初说不定会撤诉。快点！卖不了，房子卖不了了。为什么卖不了？因为那套房子已经被我抵押给龙门的赌场了。你不仅骗了林初，你连我也骗。你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我的钱来的。我打死你这个扫把星，都是你毁了我的人生。孟月川，你有什么资格打我？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你吃着林初的软饭，还想在外面包养我装大款？你挪用公款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你就是个废物，离开林初你连狗都不如。这两人是不是疯了？快拍下来，这男的刚才还在装大款呢。干什么？当街斗殴吗？警察同志，他诈骗，他是个骗子。关于原告起诉祝仁熙诈骗资助款及孟月川职务侵占一案，在看守所的这3个月，他试图装疯卖傻逃避审判，结果被法医当场戳穿，还因为扰乱秩序被关了禁闭。如今再也没了当初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被告对于指控是否认罪？法官大人，我是被冤枉的，都是这个女人勾引我，是她教唆我转移公司财产的。我只是一时糊涂，被美色迷了心窍，主犯是她，所有的钱都被她拿去赌博了。孟月川，你还是个男人吗？当初是你主动把公司的账本拿给我看的，也是你说要带我远走高飞的。现在你想把罪名全推到我头上，做梦！肃静！庭审结束，本堂将择期宣判。千错万错都是我儿子的错，求求你放过他吧！他可是你曾经的未婚夫啊，你们有10年的感情啊！你难道真的忍心看着他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吗？只要你肯出具谅解书，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啊！王女士，
您这膝盖可真是不值钱。至于谅解书，您还是去梦里求吧。我花了1500万买他去坐牢，这笔钱我可不想白花。王女士，听说孟月川在里面天天挨打，祝仁熙也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您的福气还在后头呢。孟月川因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被判了8年，他在里面的日子可不好过。听说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大少爷坐台，得罪了同监主的狱霸，天天被按在厕所里洗马桶。至于朱仁熙，诈骗罪加上侵犯商业秘密罪，数罪并罚，判了10年。龙门赌场的人找不到他要债，直接找到了王翠兰。王翠兰现在连房子都卖了，每天在街头捡垃圾还债，过得比乞丐还惨。这10年来，我习惯了做那个强势的掌控者。我以为只要付出足够的金钱和资源，就能换来忠诚和爱情。但我忘了，财帛动人心，升米恩，斗米仇。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会被珍惜，反而会滋生出贪婪和怨恨。林总，新一季的破茧系列发布会已经准备就绪，媒体和嘉宾都已经入场了。现在的我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我的价值，也不需要再用金钱去圈养那些虚伪的感情。过去的10年，就当是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从今往后，我的人生只为自己加冕。林总，新一季的发布会可以开始了。林总，网上的讨论全炸了，都说破茧系列的设计和工艺完全是顶奢水准。林总，恭喜，这场秀很漂亮。谢谢。您是？圣耀国际陆曼青。圣耀国际亚太区总裁，他怎么会来我的发布会？我这人不喜欢绕弯子。你的新公司和破茧系列，我非常看好。圣耀准备收购你公司60%的股份，价格你随便。海外渠道、顶奢资源，我全包。这么高的溢价，这么急的动作，他不是来看秀的，他是冲着我手里的东西来。陆总好大手笔，不过我的公司刚起步，目前还没有出售的打算。林总，别急着拒绝，在这个圈子里，很多东西不是有才华就能守住。况且，你台上这些设计和一个本该消失的名字像。林总，圣耀国际开出的价格比市价高了整整3倍。他们承诺，只要您签字，马上就能把破茧系列推向海外市场，进入国际平台。楚楚啊，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公司刚经历这么大一场风波，虽然发布会成功了，但外面还没彻底安稳。现在有人愿意出这么高的价格接盘，见好就收才是最稳妥的退路。张叔，这份协议早上才送过来，您连内容都没看，就知道是对公司最好的退路了。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一个女孩子扛着这么大摊子，有了圣耀的海外资源，你直接就能坐享其成，何必去跟那些资本硬碰硬？坐享其成？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圣耀要绝对控股权，并且要把破茧系列的所有知识产权打包并入他们的母品牌。张叔，他们这不是来谈合作的，是来趁火打劫，连盆带菜一起端走的。楚楚，你别不识好歹。陆总能看上你的东西，那是抬举你。你要是真把资本惹急了，以后的路可就难走了。既然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就不劳别人替我安排最优解。这字我不会签，公司和品牌我一个都不会卖。你迟早要为你的自负付出代价。林总，样衣间来电话，发布会的主秀服出事了。林总，发布会结束送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刚才点算入库，最关键的这片手工坚翼就不翼而飞了。没有坚翼，这件主秀服就缺了最核心的结构，彻底废了。陆曼青的收购书刚落桌，主秀服的核心部件就不翼而飞。
看来资本的试探已经不只是在谈判桌上了。林总，主修服送回来的时候，坚毅就已经不见了，怎么办啊？这是整套设计最核心的结构，少了一片坚毅，破茧就不成立。切口平整是被人剪掉的。谁会这么干啊？这不是毁衣服，这是在向我宣告，有人已经把手伸进了我的地盘。去查监控。林总，样衣间门口这1个小时的监控记录被人手动删除了。避开所有主探头，精准删掉关键时间段，这不是普通的后台疏漏。蝶骨针，这是和奶奶有关的旧事。这次被偷走的，恐怕不只是一片坚毅。发布会样衣失窃，只留下这个地址和一句话：别让蝶骨针再死一次。您好，请问？衣服是你自己缝的？是我亲手打的版。针脚全藏在骨架里，线走暗面，硬撑起整个翼面。这是蝶骨针，当年除了你奶奶，没人能绣出这个结构。破茧系列最核心的设计，我一直以为是我的灵感，原来那是奶奶留在我骨子的肌肉记忆。纸条是您留的，您知道我奶奶的事儿？我只知道这门手艺当年被人偷过、抢了、毁过。你今天找过来，是想把这门手艺踏踏实实接回去，还是想像外面那些人一样，把它包个好壳，再卖个好价钱？如果我想卖，昨天发布会结束，我的公司就已经卖给资本。自己看吧。奶奶，这不是巧合，这是一段被埋了20年的历史，正在被重新翻开。这件衣服的结构，我奶奶她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你奶奶当年不只是个绣娘，20年前，她带着我们创办了一个高定工作室，名字叫出光。那时候，出光凭着蝶骨针已经在圈子里打出了名气。我们拼了命的熬，就差一场关键的大秀。可就在大秀前夕，最核心的设计被人偷走，谈好的订单也被人劫走，工坊还起了一场大火。我们熬了无数个通宵做出来的东西，全烧成了灰。设计被偷，订单被劫，然后偏偏是工坊失火。这世上哪有那么准的巧合？这是圣耀国际前身的一场算计。陆曼青想强行收购我的公司，样白被动手，监控被删。原来这一切不是新麻烦，而是20年前那场掠夺又重新找上了门。他们吞了我奶奶的出光，现在还想再吞我一次。这笔账我必须讨回来。你仔细看看照片的边角。陆曼青。1个月前，正好是破茧发布会结束的第2天。陆曼青根本不是临时看上我的新公司。林总，您让我查的工商档案出来了，星光确实是圣耀的马甲。在这1个月里，他们不仅抢注了商标，还在四处搜刮濒临破产的传统苏绣工坊，一边提前卡死出光这个名字。他图的要把我未来的路和我奶奶当年没走完的路一起攥进他手里，再彻底抹掉林家的痕迹。去叫法务总监过来。圣耀抢注了出光的高定商标，有没有办法抢回来？林总，我刚才查过了，对方的申请已进入公示期尾声，程序完全合法。我们现在想主张历史归属权，非常被动。直接说怎么做。唯一的突破口是证明我们在他们抢注之前就已经对出光拥有实质性的在先权利。我们需要当年老工坊的原始手稿、核心针法工艺证明，以及证明出光属于您奶奶的完整历史证据链。您必须在7天内把完整的工艺证明和历史证据链交给我，否则出光将彻底归属圣耀。楚楚，圣耀国际开出的收购价溢价了整整30%。是啊，林总，陆总也承诺了，收购后公司还是交给你打理。公司才刚从之前的烂摊子里缓过来，这时候跟国际资本硬碰硬，太冒险了。稳赚不赔。他要买的不是为了出光的未来，
和我奶奶当年被偷走的过去。林初，做生意不能全凭感情用事，这可是全公司上下的真金白银。正因为不能感情用事，我才更清楚他想什么。我绝不签字。你不签，那你拿什么去跟盛耀争？7天拿不出证据，这名字就彻底归别人了。拿不出证据，我就重新做出来。从今天起，公司正式启动出光高定支线，最核心的工艺复原，我亲自负责。这是我选的路，谁要是觉得亏了，明天就可以撤资退股。所有人都让我选最安全的那条路，把我的人生明码标价卖掉。可是奶奶，这一次，我想守住它。既然那些人想用钱逼出光死，那我就用奶奶留下的手艺，给他重新接上骨血。这针法走向是蓝姨提过的蝶骨针，这不是普通的遗物。奶奶早就预料到有人要偷她的东西，所以才把真正关键的口诀和图纸藏在了八音盒里。张启成，张叔，原来20年前这场局你就已经入场了。林总，这里废弃快10年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张叔当年名下的一处旧厂房，八音盒里留下的编号指的就是这里。这箱子被火烧过。出光，奶奶当年的品牌和工坊，张叔旧公司的公章，张董事，他当年怎么会和老董事长的旧品牌有交集？这根本不是什么商业意外，这是一场早就有人参与做局，并且10年如一日试图掩盖痕迹的旧案。把箱子抱上，马上走。林总，什么味道这么刺鼻？汽油味。林总，有汽油味儿，快走！好险，这是有人要烧死我们。20年前，奶奶的出光工坊毁在一场大火里。今天我刚找到残证，第2场火就来了，这不是巧合。当年那群人还在，他们一直盯着这条线，想把证据彻底烧干净。先看箱子，林总，东西毁了一半，但样部工艺还在，订单册上张叔旧公司的公章也能看清。对方第一时间跑来灭口，说明这几样东西确实捏住了他们的命门。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拿着订单册回去找张叔对质？不，只盯张叔一个人不够。既然这把火是冲着整条证据链来的，那我们就顺着往上查。当年参与窃取设计、做局订单、放火烧工坊的所有人，还有他们背后的资金往来，我全部都要翻出来。慈善基金会，这是哪家公司？这是陆曼青现在私人基金会的前身。这盘棋原来从20年前就开始下了。您好，请问是孙师傅吗？我是林初，出光。我不知道，你们别来找我了。当年圣耀的人把我们往死里逼，我还想留条活路。赵师傅，当年那场火和垮塌的事情，查清楚，真相能当饭吃吗？当年工坊一倒，大家连饭碗都砸了，我的手就是那时候废的，20年了。你现在轻飘飘一句查真相，还要我们这帮老骨头陪你再赌一次命？走走走！奶奶当年被毁掉的不只是一间工坊和一个牌子，还有大家被打散的信心。我要抢回出光，原来最难的不是找证据打资本战，而是要把这群被吓散、被拖垮的人重新拉回同一条路上。我知道您在里面，今天我跑了一整天，所有的门都对我关上了。我不怪大家，当年那场火烧掉的是你们全家的生计。我今天来不是用出光的名字逼您站出来作证，我只是想告诉您，属于出光的账我会一笔会算清楚。如果您哪天想拿回手里的针线了，我随时等您。丫头，你回来的太晚了，大家都散了，心也早就凉透了。可我手里还压着一样东西，当年没舍得丢，那是你奶奶当年亲笔签过字的打样单。打样日期比圣耀那套成名礼服整整早了8个月，这就是当年他们偷走奶奶心血的铁证。小陈，准备联系媒体，我要立刻公开这份证据。林总，张叔刚才越过你，直接发起临时董事会。议题是什么？
他提议全面冻结出光项目的预算。林总来了。张叔，出光项目正在关键期，你突然提议冻结预算是什么意思？出光支线前期投入太大，市场前景不明，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资金链安全考虑。出光不仅是品牌的新支线，更是我们彻底反击圣药的王牌。这时候卡住预算，等于把它掐死在摇篮里。画饼没用，大家只看风险。既然人齐了，直接表决吧。同意暂时冻结出光预算的举手。林总，举手的人数没过半，他们投不成。差点忘了，我这里还有一份新增的授权腿和书，加上这份委托代表的表决权，赞成票刚好压过你一头。临时董事会决议已过，控制风险为大，即日起冻结出光支线的全部预算，暂停相关供应链审批。老张说的对，现在查这些旧账对公司没好处。这就是你的底牌，用旧流程卡我，逼我低头。张叔，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掐断供应链，出光就活不下去？林总，规矩就是规矩，预算没批，谁也没办法。那我就换个规矩，即刻起信用旧采购体系，把现货线的所有利润直接抽调出来，专项特批，优先保出光新线推进。林初，你敢动现货线的利润，那可是公司的根本。既然你们不批预算，我自己的项目我自己找钱书写，预算可以被冻结，但项目不能停。各位，散会。预算没了，我自己上。预算和审批都冻结了，现在赶出来有什么用？是不是得等上头的通知再动？叠翼结构的支撑不能只靠硬杀，肩线这里的褶皱弧度也不对，用暗骨撑起来，重打这板。叠翼后半段的数据给我。愣着干什么？把肩线的废高撤了，按它划的线重开一板。林总，暗骨收编我来弄吧。辛苦大家，样衣做出来再说。林总，您快看，昨晚您在工坊赶工的视频被人发到网上了，现在全网都在转。林总，客服部的电话快被打爆了，全是来预约高定定制的客户，还有好几家时尚杂志发来了专访邀约。从订婚宴到现在，外界终于不再只盯着我的私人八卦，而是第一次真正看见了我的作品和专业。一夜之间从弃妇变成了独立设计师，马上发声明，就说我们对林初利用逝去长辈的旧案进行悲情营销，深表遗憾。陆总，这样会不会显得我们在针对他？针对？我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他是在卖惨炒作，顺便向媒体宣布，圣药将协同主题作品正式报名参加今年的东方高定工艺展。在声明最后加上一句，我们很怀疑一个靠炒作起家的人到底有没有资格和圣药站在同一个赛道上谈原创。林总，风向变了，陆曼青那边刚发了官方声明，他这是在往您身上泼脏水。现在网上又开始有人带节奏，说您昨晚的视频是在作秀。陆曼青这一手不仅抢走了热度，还直接把战场从网上的口水战拉到了行业最权威的门槛前。林总，针对陆曼青的公开质疑，我们已经拟定了诉讼方案，无论是商标权侵权还是工艺归属争议，都可以直接起诉。拿到判决需要多久？走完流程最少半年。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等结果出来，圣药早就拿着同主题作品参加各项活动，在行业内把话语权占满了。半年太长了，我们现在缺的不是一份迟来的判决，而是一个能立刻建立原创公信力的公开战场。真正懂高定的圈子里，网上谁喊着响没用，最有分量的地方是东方高定工艺展。只要你能带着成体系的工艺作品进去，让行业大师亲眼看到叠骨针和出光的完整表达，原创资格归谁，内行人一眼就能看明白。陆曼青想消耗时间，我偏要拿作品进场，用行业规则去抢真正的话语权。小陈，去查东方高定工艺展的报名要求。林总，组委会刚刚加发群发了紧急通知，原并的参展资格审核时间整体提前了。还要补什么？通知要求所有申请团队必须尽快补齐领衔作品的详细资料。加快速度，归巢的主体面料半小时后必须上机。收到，马上就位。72小时交出参展的领衔款归巢，绝不能出岔子。
股价弧度没问题，按这个标准继续。林总，只要版型数据一出来，各组就能立刻并行赶工，时间勉强能卡上。辛苦了，盯紧细节。宋主管，归巢的核心版型文件打不开了，怎么回事？刚刚还好好的，用修复软件试过没？全试过了，原文件彻底崩溃，根本读不出数据。没关系，我们还有纸质备用版。怎么全是水？完了，全完了！72小时，电脑文件毁了，纸样废了，这可是整件衣服的根啊！这绝不是普通失误，有人精准踩在死线上，想把出光直接掐死。别慌，数据没法恢复，但衣服的结构和逻辑还在。拿剪刀给我。宋妍，擦干眼泪，把 A 组和 B 组调过来，跟着我的新版走。我画一块，你们做一块。明白。文件损坏，纸图被毁，这根本不是意外，公司里有内鬼。林总、宋妍姐，核心版型文件全被粉碎了，恢复不了，离资格审核只剩不到3天，全毁了。小陈，调出昨晚到现在的样衣间门警记录，把所有物料的财务审批流转通也拿过来。林总，门警记录显示昨晚没人刷卡，但监控缺失了10分钟。能接触到样衣间备用钥匙，又清楚我们打磨进度的，不是设计部的人。那是谁？是谁？试一下就知道了。放消息出去，就说大家连夜赶工，第2版核心图纸已经完成，锁在样衣间1号柜里。明白。小陈，表面上让大家继续死磕补救，暗地里给我盯紧今天所有打听图纸进度的人。半夜3更来拿图纸，审批单填了吗？我该叫你财务组里，还是该叫你一声张叔的好外甥？林总，我只是来核对一下明天的物料清单。用偷来的钥匙核对吗？张启成的手伸得够长的，把外甥安插在财务结算岗，就是为了方便随时卡我的脖子，对吧？小陈，报警，把他涉嫌职务侵占和商业窃密的证据交过去。别报警，林总，你抓我也没用。你还能说出谁？真正想让出光死的人，从来不止张叔一个。那就一个个来。林总，顺着被抓的财务主管留下的线索，我们查到底了。张叔这些年一直利用这几家空壳公司，把我们的样衣数据和核心供应商名单全套输送给了圣药，难怪厨房处处受制。原来公司一直沿用的旧合作关系，早就成了张叔摆在资本交易桌上的筹码。只要这些旧权限还在，就算抓了一个财务主管，还会有第2个漏洞被利用。报警，把查实的空壳往来和数据输送证据全交上去，通知 IT 即刻暂停所有与张叔旧体系相关的合作权限，重新收紧样衣、物料和审批接口，切断他们留在公司的每一只手。林总，如果彻底翻脸，就供应链肯定会动荡，出光不能继续长在烂根上，哪怕有阵痛，也要连根拔起。旧秩序被根根拔起，张叔的人被彻底清退，但断骨疗毒的代价也立刻显现了。林总，实在抱歉，那批准备发给你们的重工真3面料，我们这边出了点问题，没法发货了。合约我们单方面取消，违约金会按流程赔给你。明天就是资格审核，你们现在毁约，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我们也没办法，您另请高明吧。林总，主面料断了，我们的领衔款怎么做？林总，主拌料供应商刚发来消息，说产线机器坏了，那批丝绒交不了货。赔偿金怎么说？对方说愿意按合同双倍赔偿，宁可赔钱也要强行断供。陆曼青，你为了把出光拦在门外，还真是煞费尽心。库房里还有没有能替代的料子？这件领衔作品对垂坠感要求极高，市面上的普通丝绒根本撑不起来结构。楚楚，别急。既然没新料子，我们就用老底子，把
把主面料全换成这批老丝绒，这样的话，整个肩部和裙摆的受力结构全都要重排。能排吗？能，但我需要有人帮我把这批料子的底纹全挑出来。挑纹我们几个老骨头来做，你们年轻人管版型。没有煮面料，我看你今天拿什么东西来过审？接下来，请各位评委移步圣药品牌展区。这件衣服的剪裁、走线和胸前的纹路，和奶奶老照片里的那件绝版设计几乎一模一样。各位评委，圣药国际提交的所谓原创主秀款，其核心的叠翼结构完全抄搬了我奶奶20年前出光工坊的旧作。我提供的这张旧照片以及刚才展示的老工艺绣片，足以证明出光才是真正的原创源头。林总，讲故事也得讲点基本法。你随便拿一张连年份都看不清的泛黄照片，加上几块破布，就想证明20年前的事儿？资格审核看的是确凿证据，不是情怀。圣药的主秀款有完整的研发记录、打版日志和专利申请，而林总现在拿出来的所谓老工艺，我看不过是为了争这个参展资格临时拼凑出来的故事包装吧。借逝去长辈的名义做文章，这种营销手段，林总真是玩得炉火纯青。你胡说！这是林总带着我们工坊一针一线复原出来的。复原，这就等于承认你们现在根本拿不出当年真正的实物证据。李女士，陆总的话虽然尖锐，但符合审核规则。单凭一张翻拍的旧照片和几块新做的复原绣器，确实无法构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时间证据。我们很难单方面裁复你的说辞。林初，在这个圈子里，没资格就是没资格，你连证明自己的底牌都没有。他不是在否认照片，他是想利用行业规则，把出光的所有证据打成事后伪造。只要时间先后定不下来，奶奶的心血就真的要被圣药彻底洗白了。谁说我们没有底牌？兰姨，您怎么来了？听说有人欺负我们出光没证据，各位评委都是行家，翻拍的照片可以造假，但这20年前的胶片底片造不了假吧？这是当年的原始合照，底片上的感光痕迹、重印店的批次号全都在上面，这足以证明这件衣服已经做出来了，比圣药早了整整20年。确实是老底片，年份做不了假，衣服的细节和底片上完全对得上。陆总，现在这份故事包装够不够分量？当年负责那场秀的，不就是张启成吗？这张脸，这个名字，我不会认错。当年就是你，张启成。张启成，不是说那家工坊早就没人了吗？原来这就是他当年投资的项目。那出光的原创线怎么算？这就是我要递交的全部材料，20年前的底片，还有当年工坊最真实的记录。至于照片里的人到底是谁，我想各位前辈心里已经有数了。今天请大家来，不谈那些八卦绯闻，也不谈谁背叛了谁，我只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看一样东西。这是叠骨针，20年前我奶奶创立品牌时靠的就是这门手艺，但后来这门手艺的作品突然在业内彻底消失了。有人想让我们觉得那是被时代淘汰了，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他们是被人刻意埋下了。出光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新牌子，它站在这里就是为了拿回那些原本属于过去的东西。你太不小心了，当年那张照片你居然没处理干净。谁能想到还能翻出底片？这丫头直接把火烧到了当年那批作品消失的事上，再让她挖下去，当年的账谁也兜不住。那就别让他挖，他不是要讲品牌史吗？不是要给那些老东西招魂吗？我看他连公司都保不住的时候，还怎么讲故事？你打算怎么做？既然他咬底我是当年那个投资人，那我就用出资人的身份直接拿捏他的命脉。终于把话语权拿回来了。
林总，出事了！怎么了？刚才法院送来了一份裁定书，张叔他要求冻结我们所有的收益。他这是要直接断了我们的资金链。林总，法院的临时保全令下来了，冻结了哪些？所有和出光项目账户资金全部被卡死了。林总，那后天该结的丝线材料款怎么办？供应商刚才还在催。没钱的话，打样厂立刻就会停工。咱们好不容易才把出光推到没钱，难道又要像当年那样死在半路上吗？这是我个人持有的股份分红，已经全部打进工坊备用账户。林总，您拿自己的钱垫？只要有我在，出光绝不会重走奶奶当年的老路。大家回工位，原计划推进。好的，好的。林总，资金缺口暂时堵上了，但只要保全令还在，项目依然会被处处撤赌。张叔到底拿出了什么理由？主张他自己才是出光旧品牌的实际负资人，光靠我们手里的旧照片、工艺证据和预展声量，无法在法律上直接推翻他的主张。要彻底击破他的说法，必须找到那张消失多年的原始借据，只有拿到它，才能从根上打穿张叔的身份伪装。这场仗已经不是单纯保住一个项目，而是要把奶奶当年到底是被谁用什么方式逼进绝路的真相彻底掀出来。去查，哪怕翻个底朝天，我也要把那张借据找出来。林总，张董敢在法院层面出手冻结账户，就是摇顶了旧品牌出资人的身份。你想推翻他，现在的关键不是靠你个人资金去兜底，而是必须找到消失多年的那张原始借据。我知道，你先稳住法院那边的程序，剩下的我来查。林初姐，我跟兰姨反复核对过当年的流水了，有线索吗？当年那笔借款根本没有直接消失，张叔拿它去抵扣了一次慈善拍卖的保管费。抵扣了保管费？对，之后经过几次流转没了公开记录，大概率已经落进了某个私人藏家手里。那这批藏品最近有流出吗？我查了圈子里的消息，这批旧物正好在这周的一场拍卖预展上出现，今天下午就开放。现在就去，不能让别人抢在前面。林初姐，你看那边，那是陆曼晴身边的人。张叔既然敢在法院发难，陆曼晴肯定也不会放过任何演死旧案的机会。找到了，连重要史料都没算上，只标了个无名工坊旧文书，主办方可能根本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击穿张叔谎言的唯一证据。趁还没正式开拍，我现在去找主办方谈提前买断。走。怎么可能？一份普通的旧指纹文书，底价突然涨成天价了。因为有人不想让我们轻易拿到手。300万。林总，这只是一张废旧文书，他们直接把底价翻了10倍，摆明了是想用钱砸死我们，逼您失手。350万。500万。500万。这位先生出价500万，还有更高的吗？林总，我们账上的流动资金还要留给工坊，不能再往上跟了。正面拼财力，只会掉进圣耀设好的陷阱。500万一次，500万2次。林总，拍卖场的规矩是价高者得，您难道还要硬抢吗？这件拍品属于20年前出光公放的失窃遗产，依法不具备拍卖资格。你们现在拍卖的是赃物。林初，你拿几张破纸就想搅乱拍卖会？是不是破纸，警员说了算。我已经报警。谁报的警？是我，我申请立即封存拍品，终止拍卖。材料吻合，请拍卖方配合，将拍品作为证物封存带走，后续等待调查。陆总，价高者得的规矩在法律面前不好使。这不是普通的付钱，这是完整的债务流转记录。初步核认过了，你可以看，但不能带走原件。谢谢。这不是补充说明，这是一张完整的债务流转表。
当年张叔口口声声说是出资扶持奶奶，其实是用极高利息的暗账把工坊的资金链彻底锁死。工坊的账被以各种名目抽走。老嫂子，这笔大单可是我托了好多关系拉来的，工坊有救了。他们用假订单一口一口抽干了工坊的血，奶奶到死都以为是自己经营不善。圣药的前身，旧姑坊破产，设计失窃，品牌被抢，从来都不是什么意外。奶奶失去的不只是品牌，她整个人生都被这群人偷走了。陆建明，陆曼青的父亲。陆总，林总非要见你。这些字迹你应该不陌生。林总今天火气这么大，我还以为是什么新鲜事。张叔用高息借款和假订单套牢我奶奶的工坊，再配合圣药的前身逼工坊破产。这上面的签字人是你父亲。20年前的商业竞争，总有人要出局。你奶奶技不如人，守不住自己的心血，这是没办法的事。所以你从一开始提出收购，就不是看重品牌的潜力。你们那个小破公司还不值得圣药大动干戈。我只是觉得出光这个名字太刺眼了，一个早就该被埋进土里的名字，就不应该再有机会站起来。趁你们还没真正立稳脚跟，一口吞掉，一劳永逸。你以为毁掉几张纸就能把当年的掠夺抹干净？林初，你拿到的这些东西在资本面前一文不值。就算你查清楚了当年张叔做的事儿，就算你撕开了这道口子，你也走不进国际秀场。我会让你知道，资本能压死你奶奶一次，就能压死你第二次。那我们就走着瞧。林总，出事了！怎么了？刚刚公益展的主办方打来电话，说我们原定最终展示的场地被临时取消了。违约金他们也不管了？他们宁愿赔双倍违约金。主办方的态度很强硬，明显是受到了上面的压力。现在距离公益展开幕只剩不到1周，我们去哪里找这么大的备用场地啊？林总，展示场地突然被撤了，主办方说是消防没过，但我打听了，是圣瑶那边直接施了压，这不就是明抢吗？陆曼青这是要把我们彻底封死，现在场地一撤，媒体和合作方全都借口推退，转成观望态度了，那我们这段时间的通宵全白劳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斗不过圣耀这样的资本？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别停。林总，要不我们再去找主办方求求情，只要能把场地保住，加钱我们都认。不用等他们回头了，别人施舍的舞台随时都能收回去。陆曼青想用现成的规则卡死我们，那我们就不要他的规则。既然他们不给舞台，我们就自己造一个舞台。自己造？可是展出时间马上就到了，我们去哪儿找地方？出光就从那里重新亮起来。林总，这里是不是太破了？连个像样的舞台都没有，媒体会买账吗？别人不给我们舞台，我们就自己造一个，就定这里了。这间厂房就是出光的首场独立大秀现场。距离开秀还有半个月，我们必须分线推进。宋妍，所有秀服和工序统筹交给你，必须保证按期开秀。放心，衣服交给我。小陈，直播设备和媒体联络你来盯，我要这场大秀的声量重新拉起来。没问题，林总，媒体名单我马上重新梳理。兰姨，老手艺和刺绣匠人的调配全靠您了。初初，你放心，咱们的手工人绝对不掉链子。以前我们是被动补救，从今天起，出光是一个真正的新品牌，我们要自己定规则。林总，出事了！原本定好的灯光和机械团队刚刚突然集体打来电话，要求毁约。什么？
这都已经搭到一半了。他们说哪怕赔双倍违约金也不干了，设备今天下午就要全部撤走。林总，谈好的3家灯光设备商同时毁约，连临时请的几个外模也被别的公司高价签走。他这是要断掉我们所有的执行线，10天时间去外地调设备根本来不及。既然外面的路全被堵死，那我们就不等了，把原定的豪华 T 台方案全撤了，不用外面的设备，就用这座老厂房现有的东西。老吊架改成追光系统，废弃轨道用来走流动布景，直接把这座厂房变成我们独一无二的舞台。别人不给我们搭台，我们就自己搭。通知所有人，全部进场。设备进不来，我们就用最原始的办法打光，把天窗的遮光布挂上去。这些老伙计20年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了。大家把绣架支起来，直接在这儿开工。绣服的核心绣片一道，最后一道工序就能卡上时间。喂，刘师傅，你说什么？林总，出事了。刘师傅说运送那批核心绣片的货车在路上连人带车彻底失联了。你好，单号尾数8013的手工绣片，系统显示一直停在这里，为什么不派送？那个件异常，卡在质检流程了。什么异常？质检什么？我不知道，主管说的。那批绣片外包装破损，按照规定得走异常质检。绣片必须马上提走。那不行，流程没走完，谁也不敢放行。流程需要多久？这就说不准了，得等上面批复。你们回去等通知吧。上面是谁？质检报告在哪？这是我们内部流程，无可奉告。小陈，开直播。好。干什么？谁让你们拍的？各位网友，我是出光品牌创始人林初，单号尾水8013的关键手工绣片目前被卡在江城北区物流中转站。您好，110报警中心。有人以异常质检为由，非法扣押我司价值100万的参展绣片，涉嫌寻衅滋事和非法侵占。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我们是按流程办事。流程？好，既然你说是流程，那就在警员和网友面前把质检记录和滞留依据明明白白拿出来。拿得出来，我认；拿不出来，那就是人为扣押。大秀马上要开了，物料怎么被扣了？什么物流公司这么牛，连个原因都搞鬼啊？摆明了是有人搞鬼。谁报的警？是我。扣件的依据在哪儿？误会，都是误会。系统卡了，件儿其实没问题，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8013的件找出来，给林总放行。绣片终于到了，再拖1小时，主绣服就真赶不上了。赶紧开箱，绣人们都准备好了。怎么回事？怎么停电了？怎么回事？突然停电了！林总，主绣服还差最后几道收编，现在全卡在机器上了。小陈，林总，我在。把所有的应急灯、手电筒还有外面的车灯全给我拉进来。是。机器停了，手不能停。距离开绣不到20小时，能改手工的全部改手工，能补针的立刻补针。宋妍，这件的主体已经成型，你带人负责内衬收尾，明白？兰姨，最后一侧叠衣交给我们。丫头，当年你奶奶做第一件出光的时候，连缝纫机都没有，照样做出了轰动全城的衣服。今晚咱们就用老法子，把这最后一根骨头给它缝上。没有机器，没有灯光，但这些藏在岁月里的老手艺，正在一针一线的织就真正的出光。成了。做完了，终于做完了。大家辛苦了，抓紧时间休息，2个小时后准备彩排。绣服做完了，接下来就该轮到这篇开场词了。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出光。林总，怎么了？我的开场词被人删了。林总，流程单也被调换了，开场环节全乱了，连主持人的串场稿都不见了。肯定是内部还有人被收买了，马上就要开场了，现在去找原教根本来不及，要不推迟10分钟？不用了，他们就是想看我们在聚玉光灯下出丑，看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补救。不查了，稿子也不用了。今天这场秀，不是给谁赔罪，也不是向谁证明，出光，正式开秀。林
总，直播间人数破千万了，海外的3家时尚媒体也接入了同步转播信号。奶奶，您当年没走完的路，我替您走通了。林总，大秀目前的直播热度已经打破了行业纪录，监管部门正式受理了对张启成和圣耀国际的旧案调查。旧案的清算到此为止，今天我只谈出光，这个当年被偷走、被埋没的名字，终于重新回到了他该在的位置。借这个机会，我宣布一件事：公司将正式成立出光匠人基金。这笔基金将长期用于资助老手艺的传承和年轻板师的培养。出光会把它变成一个体系，一代一代传下去。这10年来，我习惯了做那个强势的掌控者，一路讨伐，一路清算，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真正的重建不是赢下一场仗，而是把被毁掉的过去变成能一直走下去的未来。从今往后，我的人生不再是谁的附属品，我自己就是出光。